打呼是指在睡眠中呼出噪音的现象，通常是由于呼吸道受到阻塞或肌肉松弛等原因导致的。打呼不仅会影响他人的睡眠质量，还会对自身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因此，了解打呼的原因和治疗方法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本视频中，健康道将会详细讲解打呼的原因和治疗方法，帮助大家更好地应对这一问题。以下是一些可能有效的方法，可以尝试停止打呼。1. 保持身体健康。过度体重、饮酒和吸烟等不良生活习惯可能增加打呼的风险。保持身体健康，减少或停止饮酒和吸烟，以及改变饮食习惯，可能有助于减少打呼。2. 改变睡眠姿势。睡觉时仰卧可能会导致口腔和喉咙松弛，增加打呼的风险。睡觉时尝试侧卧或者使用枕头支撑头部，以保持口腔和喉咙处于正常位置。3. 使用防止打呼的设备。有一些设备，如口罩、口腔装置或鼻腔扩张器等，可以帮助控制打呼。4. 坚持规律睡眠。不规律的睡眠可能会增加打呼的风险，尽量保持规律的睡眠时间和睡眠习惯，有助于减少打呼的发生率。5. 寻求医疗帮助。如果您尝试了以上方法仍然无法缓解打呼问题，建议咨询医生寻求帮助。医生可能会对打呼进行评估，然后建议使用更高效的治疗方法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打呼可能是某些健康问题的信号，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（Sleep Apnea）。这种情况需要专业医生进行评估和治疗。如果您或您的伴侣打呼严重，建议及时咨询医生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（Sleep Apnea Syndrome）。SAS 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症状。SAS 的主要症状包括打鼾、呼吸暂停、夜间烦躁不安、口干、头痛、记忆力下降、性欲减退等。SAS 的治疗方法包括以下几种。1. 改变生活方式。改变生活方式是 SAS 的常见治疗方法之一，这包括1. 减轻体重。SAS 患者中，肥胖的比例较高，体重超标会加重上呼吸道的压力，引发呼吸暂停。因此，减轻体重可以减少上呼吸道的阻力，缓解症状。2. 戒烟。吸烟会刺激呼吸道黏膜，增加黏膜水肿和炎症，导致呼吸道阻塞加重，加剧 SAS 症状。因此，戒烟可以改善 SAS 症状。3. 限制酒精和镇静剂的使用。酒精和镇静剂可以使喉部肌肉松弛，加重呼吸道的狭窄和阻塞，导致呼吸暂停和打鼾。因此，限制酒精和镇静剂的使用可以减轻症状。2. 使用呼吸机。使用呼吸机是 SAS 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。呼吸机将氧气通过面罩输送到呼吸道中，保持呼吸道的通畅，防止呼吸暂停和低氧血症。根据不同的病情，医生可以为患者选择合适的呼吸机类型和设置。1. 持续气道正压呼吸机 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。CPAP。CPAP 是 SAS 最常用的治疗方法，它通过面罩向呼吸道输送持续的正压气流，防止呼吸道塌陷和狭窄，保持呼吸道的通畅。根据病情和个体差异，医生可以为患者设置合适的气压水平和气流模式。2. 双水平气道正压呼吸机 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。BiPAP。BiPAP 是一种较新的呼吸机类型，它可以在吸气和呼气时分别调整气压水平，更好地适应患者的呼吸需求。BiPAP 通常用于 SARS 患者伴有肺部疾病或心血管疾病的情况下。3. 手术治疗。手术治疗是 SAS 一种选择性治疗方法，主要是通过手术方式改善上呼吸道的结构，缓解呼吸道狭窄和阻塞。手术治疗适用于气道狭窄明显、严重的 SAS 患者。常见的手术方法包括 1. 勒托法 Uvula Palatal Facility。UPPP。UPPP 是 SAS 最常用的手术方法之一，该手术通过切除勒托和扁桃体等部位的组织，减少上呼吸道的阻塞和狭窄，缓解呼吸暂停和打鼾。2. 夹下颌手术 Mandibular Advancement Surgery。MAS。MAS 是通过切除下颌骨部分组织，
将下颌向前移位，扩大上呼吸道的空间，缓解呼吸道狭窄和阻塞。3. 鼻部手术。鼻部手术主要针对 SAS 患者的鼻部畸形，通过矫正鼻腔结构，改善鼻部通气功能，缓解呼吸道阻塞和狭窄。4. 特殊治疗。SAS 的特殊治疗包括： 1. 睡眠体位治疗。SAS 患者的睡眠姿势会影响上呼吸道的通畅程度，仰卧位睡眠会加重呼吸道狭窄和阻塞，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，因此改变睡眠姿势可以减轻症状。2. 咀嚼肌运动训练。咀嚼肌的强度和活动与上呼吸道的通畅度有关，咀嚼肌运动训练可以增强咀嚼肌的力量和活动，缓解上呼吸道狭窄和阻塞，减轻 SAS 症状。总结起来， SAS 的治疗方法有很多种，其中包括改变生活方式、使用呼吸机、手术治疗和特殊治疗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能让全世界的人在频道里学习到有用的健康知识。如果你也愿意帮助我的话，那就请关注健康岛。十分感谢。